出大事了。昨天晚上徐总的事儿被公司定性成了性骚扰，还表态零容忍。老大现在怎么办啊？性骚扰，零容忍。我去，我的职业生涯不会就断送在这么荒唐的事情上了吧？我叫赵梅，今年32岁，20岁入行，一路摸爬滚打，卖唱卖销，终于做到了 GST 酒业的促销副总监。听着好听，其实呢就是个促销员的头。这世界上的人分两种，一种是珍惜眼前知足常乐的，还有一种就是我这样的，永远这山望着那山高，做梦都想不成事。机会终于来了。老板，我的顶头上司许云天马上就要升公司销售副总裁，今晚呢就是给老许准备的庆祝 party。我想好了，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我来了。怎么那么晚啊？你看看你要不要再加点什么？别提了，真倒霉。怎么了？我老公偷了我员工内卖时候买的酒，拿去烟酒店倒卖，被内审抓了个正着。内审？嗯。烦死了。她叫梁丹宁，她说这事儿我的10年闺蜜，我得赶紧跟她是个金牌销售，人称 GST 一枝花，人非常好。可惜老公非常不好。有个事儿啊，可能要麻烦你一下，就是想请你跟内审打个招呼，帮我跟内审求求情。啊，我和内审关系比较一般，我只能试试。老大，你到产检了吗？哦，我已经到了。这位是董月，一会儿见。销售副总监。拜拜。梁丹宁的上级和我是平级。回来。区别是，他是销售，我是促销。我敢打赌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惦记着许云天升上去后的空缺呢。要不然这大周末的，他怎么舍得不陪富婆？可以了吗？走吧。但这是对的，爹有娘有，不如自己有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老许要升 VP 啦。消息挺灵通的嘛。难怪啊，让我们在广州的人都过来，原来不是给蚕茧捧场，而是给他自己捧场。哼，老许应该要来了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快去快去，今天晚上马屁必须拍好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are you ready? 感谢大家光临残茧俱乐部的盛大开幕。今晚来的都是残茧最尊贵的嘉宾，更是残茧最尊贵的朋友。举起你的双手，跟上我的节奏，一起来感受今晚的 party。老板，您来了。你到的早，必须得在门口等您。老板，老板好，又来了。老板好，老大，今晚的主角来了，这位就是我的老板，也是我抱了10年的大腿 ，GST 中国区销售总监许云天。别人都是望夫成龙，我是日夜盼着老板进攻。毕竟职场就是这么个规则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雷姐，小一台阶啊！来，这位请。老板，这桌是留给大老板们的，他们说今天晚上想来。咱们来了再说吧。能坐吗？能，徐总想坐哪里就坐哪里，这不是您家吗？来，怎么样，徐总怎么安排？你
干脆上吧，随便。哎呀，还是我们徐总大气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上酒吧。好的，安排。来，祝老板步步高升，干杯！我们也跟着沾光。哎，安迪啊，哎，你们老板行啊，现在经营这么困难，他还肯花钱开业。这还不是徐总还有兄弟姐妹们帮衬的吗？哎，老沈他人呢？这个点应该堵在路上了，我现在去问一下啊。对，辛苦你了啊，赶紧去问一下。好。哼，又来一个争宠的。唐李德，我司另一位销售副总监，职场最老的油条，打着飞的回来拍马屁表忠心。为了今晚给老板凑气儿，明明还在上海出差，愣是飞回来。据说明天一早还得飞回去，也是个狠人。老大，我一听说呀，你当上了这个销售副总裁，我这浑身是劲儿啊！来，我给你祝贺一下，祝你鹏程万里，一切都好。借你吉言。买点宵夜啊。老板，我去，有件事情想跟你说。我就找你了。今天这么大个 party 啊，就派2个女销售员在这儿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老唐，你怎么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就那2个促销员，还是我从别的地儿抽调过来的呢。现在但凡是个美女，都去做网红、做直播了。你不天天都在看美女直播吗？我再说了，我们老板也不缺美女啊，是吧，老板？不缺美女啊？美女呢？哪儿呢？你看看，一说美女，2个眼睛都直了。来，都给老板递小手腕。你没凭没据不能乱说啊！你看啊，你就是一个没受过迫害的人，满眼都是美好。哎，停！你的车不能停在这里啊！走，赶快走，听到没有？啊，走！杀了你！老板的车你都不认识，你明天别来上班了，走！算了，多少一件事。对不起，老板，先来。大哥，咱往后倒倒啊！你就让这样的人占一线了。对不起，老板。不好意思啊，亮仔，不好意思。这位就是蚕茧的老板沈墨，GSD 的1级经销商。表面上他替我们公司卖酒，是为我们公司服务的，但因为他替我们店的资金实在是太多了，已经成为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。谈不上。我觉得他其实看不上许云天，毕竟老许再狂，也还是个打工仔。这里一到晚上，街面上乌灯黑火，反正我是看不下去的。蚕茧虽然是一个小生意，但我真想试一下，能不能用它点亮这条街。赶紧！哎，徐总，你老板呢？还堵在路上？哎呦，抱歉，刚才忙忘了，没有第一时间来跟你说，老板已经到，来了一些供应商和同行在陪着呢。说了，这些一早就过来陪您。他不会再躲我吧？啊，没有的事情。这样，我再帮您去找找看。哎，你跟詹迪去，看他们家老沈在不在。在的话，跟他说金纳迪再压3000箱。老许是不是有点过于春风得意了呀？也不知道是好是坏。哎，你谁啊？我销售部的 Tommy 啊，我怎么之前没见过你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之前都在日店，我今天第一次来夜店帮忙。
今天晚上徐总来，你有敬他酒吗？没有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抓紧时间去啊！不行不行，我们促销员有规定，不能在工作时间喝酒，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。那你看，看啊，赵梅是你老大吧？嗯。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促销员，他要像你这么死脑筋，他能有今天？你以为他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遵守卖场规定，在老板面前当小透明，站在原地不动吗？年轻人，今天晚上许老板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，你要勇敢地向着老板的方向发起冲锋。哎，哟，任务完成啦！哎呀，难啊！怎么一个人？什么？我说你怎么就一个人？我出来缓缓。我听说啊，你手下有一个促销员跟一个卖水果的私奔了，你都知道了？发到我们销售群里面了，能不知道吗？不是私奔，他是未婚，他们家没有经他同意就帮他订婚了，男的他都不认识。哎，没有没有。徐总，我是促销部的曾子璇。什么？我叫曾子璇，敬您一杯酒。你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的队伍有多难带，尤其是漂亮女孩扎堆的点儿。徐总，我给您再倒一杯吧。没事吧？徐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硬管根本行不通的。对了，这个你架好。哟，老许这次不到位了，又开始了。怎么说什么来什么呀？还他妈有人拍！这女孩谁呀？你可别扫兴啊！那是我的人。老板，老板你松开！没你事儿，别捣乱。老板你清醒点儿。你少管闲事，是他自己送上门的。今天我们是来给沈总捧场的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别闹笑话。老子管他呢，爱谁看谁看。别闹了，行吗？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？他不信你来啊？清醒吧！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啊！走慢点啊，别着急！哎呀，你还别说呀，现在的美女啊，真有上进心，见了老板啊，那是拼了命的才得过去敬杯酒。哎，我记得咱们公司不是有规定吗？这个促销员工作的时候他不能喝。你我给你，都让你聊小，喝多乱说话了，我乱说话了。你刚才可够猛的。喝完了我才反应过来，我也是为了他好，没事儿。跟我来。对不起，老大，是销售部的汤米劝我去敬酒的。用我的人去讨老许欢心，完事儿还变成我管理不当，这帮孙子真拿我当软柿子。行，人我开了，明天老许酒醒了，我去撒个娇，看你们还能往哪儿捅刀子。哎，林大老大找我呢，走。不行，先找我哪儿啊？到底哪儿呀？这高。性骚扰啊！竟然是个这么丑的老板！开套盒，要不要？行了，
看新闻了吗？我估计许云天这次凶多吉少啊。真是没想到。你不会觉得他是冤枉的吧？那倒没有，就是心里有点乱。这种级别的舆论风波，绝不可能上我台。哎，这根白头发，你帮我拔一下。你们公司准备做组织架构优化，老樊把这任务交给我了。组织架构优化，那不就是裁员吗？就是裁员啊，就跟拔白头发一样。企业销售利润差，裁员还不正常。我们公司也准备裁员。难怪昨天晚上内神老大突然找我。找你什么事儿？对销售合规这一块，公司集团非常重视。具体是什么事情，我暂时不方便跟你讲。不过已经请了第三方团队在查，也是 GST 的老员工，管的又是促销部，跟销售密切相关。如果你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，不管关系到多高层的人，欢迎随时跟我联系。就是让我提供老许的罪证。你提供什么了吗？那当然没有了。可这也太快了吧！昨天才找的我，今天就裁了。如果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话，裁员可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儿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个所谓的性骚扰是为了干掉老许做的局？太有可能了。许云天在你们公司工作得有20多年了吧？利用一次性骚扰干掉一个有20多年工龄的高管，虽然简单粗暴，但是胜在了高效省钱上。太他妈冷血了！你别光顾着想他，想想你自己吧。公司肯定会借这事儿清算一批人，以你跟许云天的关系，下被干掉的很有可能是你。我去！吸烟有害健康，这就丧失斗志了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能有什么斗志？我觉得你说的没错，我是老许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他要被干掉了，我还能留得住？不，你千万不能这个时候也被开掉。你想啊，许云天因为性骚扰被开掉，紧接着你也被开掉了，被骚扰的又是你的女下属，别人会怎么看这件事儿？会不会觉得是你把那个女孩给许云天送上门的？同样的事情你干过多少次？祸害过多少女孩？你也是女人，你跟许云天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我跟老许是清清白白的。知道，但是别人不知道。如果这时候你被开掉，对你的名声影响太坏了。这样的话，你丢的不只是 GST 的工作，在整个洋酒行业以后你都很难找工作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呀？咱俩兵分两路，你呢，正常去公司看看情况。我呀，本来这2天就约你大老板一块吃饭，我看能不能约在今天晚上，探探他的口风。走了。还有，千万别提醒别人你是许云天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，一定要撇清跟他的关系。我们公司上个礼拜就找你了，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？虽然你是我老婆，但我也有我的职业操守啊。走了。对于职场以及其他任何情形下的性骚扰 ，GSC 向来秉承零容忍的态度。对此，我们将做出如下处理：第一，许云天既违反了公司纪律，也不符合应有的道德操守，即日起将暂停他的一切职务。第二，深入调查此事，务必给相关同事一个交代。关于此次事件给所有人带来的困扰，我们深感抱歉。
从成立之初起，尊重女性和尊重员工，一直是我们 GST 的底线。真是难以置信。虽说总监也不是什么高档货，可老许这个销售总监却是实打实的，一年给公司贡献几十个亿业绩的，居然说干就干掉，说出去谁信？李东明说的对，这种时候我得和老许撇清关系，这不是耍存在的时候，绝对不能再让人把我和他联想到一块儿。老大，他们已经在抄徐总办公室了，昨天还在庆祝升职，今天就被抄家了。什么？哎，老大，你就别管了吧。啊，电脑都赶走了，我看这是要查实际咋过来了。老大，这是全球杰出员工奖，董事长亲手发的，全国也只有2个。同事一场，人都走了，温柔点呗。我怎么又冲动了？哎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跟我们大老板约了吗？刚才在开会呢，晚上我已经约了你们老板和几个管理层一起吃饭，保持冷静，不要有多余的动作。接着说。这是我对杨柳市长做的一份前期调研。GST 那个项目，我有没有机会参与一下？消息够灵通的。我就想跟你多学学。李总，你找我？你先去吧。李总，乔海伦也要参加 GST 这个项目啊？那么大的项目，他知道还不正常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没什么想法。我晚上约了 GST 的高层一块吃饭，你一起啊？没问题啊！哎，那太好了，谢谢李总，谢谢李总。骚扰，性骚扰，日子过够了是不是？干什么了？你干什么了？你自己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麦总非得是小姑娘吗？都是赵梅这妖精把你害的。早跟你说离她远点，你就是不听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谁呀？嫂子，是我。嫂子，我给徐总来送东西。这是你办公室里的东西，你看看，还少了什么？现在我背后搞我，现在又要来做好人啊？什么？什么？全都先提醒我要注意，回头我就被人做局仙人跳了。不是你搞的，是谁搞的？哼，是我搞的。毕竟你下台，得到好处最多人是我。少他妈跟我废话！做局陷害我那个女的是你们的人，我的人害的你，是你害的我的人，是你性骚扰她，是你强吻她。别颠倒黑白啊！
就是你的人害得我们这么倒霉，你还好意思在这儿说？你闭嘴！没你的事，上去吧。你。哦，现在这个事情都是我的错是吧？啊，你们把责任都怪到我头上。要不是你的人违规来向我敬酒，后面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。他向你敬酒，你就要吻他，这什么逻辑啊？这是正常人的逻辑。每天在夜店卿卿我我亲昵的多少个，为什么到了我这儿就变性骚扰？他从他的位置上面走到我们的卡座来跟我敬酒，中间隔了多长的距离？如果不是他自愿的，是谁逼他来的？身为促销员，明知道上班时间不可以喝酒，他还是自愿来敬酒，他图什么？是你搂的他，这件事情是你做的，你还被人拍下来了。是个人来跟你敬酒，你就搂啊、抱啊、亲啊。要换成我来跟你敬酒了，你怎么对我啊？下来开门呐！你没招手啊？哪位啊？你好，我是齐又兰，我要找徐总。你们约好了？没有啊，不能让他看见我。等等，徐总，请进吧。好。有什么事吗？看来徐总人缘不错嘛。有事儿说事儿，我没空跟你瞎聊天。我们就这么站着的说吗？你想躺那儿也行，不嫌地板凉就是了。是，我是喝醉了。你们没有喝醉过吗 ？GST 上上下下，白德瑞、杜彼得，管理部那几个老头，还有你齐又兰，你们喝醉的时候是什么德性？你们心里没点数吗？我们喝醉了又没有背上网，现在是因为舆情，舆论非常不利于你啊。没有什么舆论，这个叫做网暴。现在是我被网暴了，我被有心人设计，然后你们居然不保护我，你们就是帮凶。哦，不对，你们不是帮凶，你们是主谋吧？你丧失理智了。你们想让我走，但是又没有办法，所以就设计了个局来陷害我。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狂妄。GST 是一个年销售额达到200亿美金，拥有全世界最著名的洋酒品牌1半资源的公司，怎么可能为了区一个你，损失公司的声誉呢？而事实是，就因为你，现在公司遭受前所未有的舆论打击，我们损失惨重。那又怎么样？公司就应该站在保护员工的立场，但是你们现在不是，你们现在就是落井下石，想要来开了我，对吗？这段时间我回娘家住，孩子放学会直接过去。公司也想尽早解决这件事情，徐总还是尽快辞职吧。就这么想省赔偿金是吗？你要这么理解也没错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被辞退，那将面临着就是改行，或者是再创业。我不是威胁你啊，徐总，不过是陈述一个事实。不用，你回去告诉他们，不可能的。你的心情我很理解，可以宽限你几天，但是不能太久，请尽快给我答复。公司希望尽早的解决这件事情，相信你也想赶紧的接回你的太太和孩子，是吧？
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你不要以为有白德瑞罩着你，你就可以这么跟我说话。我当年进 GSD 打天下的时候，你都还不知道在哪儿玩泥巴呢。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生气，因为你现在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。不过有一点，通过你刚才的陈述还有所有的辩解，我非常明确，你很无耻。你说什么？职场距离这堂课，你是上过的，不要否认。大中华区几个总监是我亲自做的培训。你现在跟我说你喝醉酒了，小姑娘投怀送抱，你知道这有多可笑、多不要脸吗？不要太过分了，我告诉你。我会更过分！你生的是一个女儿，积点德吧，徐总。你再说一句，我弄死你！你回来！喂，齐总。大梅，你在哪儿呢？你是去给许云天送东西了吗？没有啊，谁说的？那你现在来我办公室一趟吧。哦，好的，齐总。24楼需要单独刷卡，给，下来记得还给我。谢谢。你好，我轮到名牌。哦，谢谢。这么会摆谱。原来24楼长这样，还真是2个世界。我们在楼下恨不得一个个摞起来就，他们这儿倒好，欢畅的躺下来打滚都还不。感情明知明高都是这么画的呀。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！放心吧，齐总，为你我也得争口气。齐总，进来吧。你好。他把你也叫来了。你先忙吧。感觉不好，这王八蛋憋着坏呢。齐总，让我参加说明会。对啊，现在整件事舆情对公司非常的不利，连总公司都知道了。管理层决定要开个说明会，让你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。就我一个人去吗？那销售部其他人呢？你昨天都在场啊，你一个人就够了。齐总，这不太合适吧？那天晚上那么多人在场，如果你让我一个人去向管理层做说明，那就好像这件事情都是我的责任。这件事情你没有责任吗？如果不是你手下的促销员去给许云天敬什么酒，整件事情不会存在啊。是我的促销员违规在先，那我也按照规定把他当场开。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，你为什么当场开除他？你为什么不能缓一缓呢？正因为你的当场开除，网友都在说 GSD 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公司。明明是许云天性骚扰了女促销员，许云天没事儿，被害者却被开了。你不觉得是你的决策失误吗？促销员犯错基本都是当场处理的，这也是为了警告其他的促销员不要犯错，这是惯例呀。不要用惯例来掩盖无能。你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想到会不会被拍下来上传？你没有想到上传之后，你当场开除促销员会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？
关键是，此时此刻你还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。这不是一个公司发展过程当中所需要的管理层应该有的样子。好了，你回去准备一下，明天开会的时候把整件事情跟管理层说清楚。哦，还有啊，你要配合公关部做舆论应对，公关部会随时找你的。我猜的一点儿也没错，他们果然又叫我来背锅了，欺负人还没完没了了。王哥，有事招呼我啊，拜拜。你说这开箱动的仪式，我怎么就百看不厌了？哎，是挺开心的。何止开心啊，超开心！今天宵夜我们去吃点什么好呢？看什么呢你？我跟2个人联营 XO， 怪有钱的呀，有钱人。哎，里面的女的好像是我们公司的内审，是吗？我看看。还真是，我记得他当时培训的时候来过，看着挺严肃的，没想到也会来夜店潇洒啊。哎，小王，来，咋了？那女的找你聊什么了？问我一天开多少瓶 XO， 1个月开多少瓶 XO， 贼爱打听。啊，你是说他是来查每个月的开瓶数的？他查这干什么呀？公司有规定，每个月每家店 XO 开到2000瓶就可以返利每瓶进货价的3%，开到2500瓶就可以返利5%。这我知道啊，怎么了？那要是按照1瓶 XO 的进货价是1200的话，返利3%就是36，2000瓶的话就是72000，一年的话就是接近90万，一家店每年就要返利接近90万，100家店就是小1个亿了。那要是每家店都虚报的话，公司不得亏死了？对啊，但是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徐总，你是？我是淮南一组的促销员赵梅啊。今年春季大促的时候，我们在南方商城有见过。你有什么事吗？你确定是那谁？在培训的时候，我有见过他一次，印象很深刻，我不会认错的。行吧，我知道了。不过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哦，今天这里有经销商大会。我猜你一定会来的。经销商大会上午就开始了，你等了一上午。你还挺机灵的。你要是没事的话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参加经销商大会？谢谢徐总。我要是不机灵点儿，机会能轮到我吗？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来请假。徐总在背着吧。你这个叔叔在哪东西啊？什么情况呀？转让？关门了，跑路了。
咱俩不愧是闺蜜啊，要倒霉一起倒霉。这家店我才1个礼拜没来呢，就直接给我关门了，我货款都没结清啊！哎呦，烦死了！这上次来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怎么说倒闭就倒闭了？行情不好啊，大姐，怎么办呢？你看八卦号了吗？全部都是在议论老许性骚扰的。公司都被骂上热搜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老许一世花名，老江湖一个，居然会死在这种事情上。性骚扰，真是醉了。我就是担心这种情况发生，所以在接手促销部之后，才特意加了2条规定：不许工作时间喝酒，不许擅离工作岗位，就是想着能保护下他们。谁知道还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虽然这件事情挺让人糟心的，但我觉得对你是个好事儿。你在副总监的位置上这么久了，这回该往上升一升了吧？算了吧，这次我能把饭碗保住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是真的觉得你行，你别不当回事儿，你好好想一想。这碗鸡血我干了，先想想怎么背锅吧。白友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古法巨鲍鱼，先用高汤慢慢的焖，再用小火慢慢的煨，是他们家的招牌菜。试试看。OK。李总真是体面人啊！我们公司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都上热搜了。我今天的手机一直在被别人打，你倒好，目前为止，只字未提。您不提，我怎么好意思提呀？但说实话，我看到新闻，我确实犯嘀咕了。我还没给你们方案呢，你们就已经开始开人了。啊，去他的！这完全乱套了。他一大早给我打电话，没有很早，非常早，才8点呢。9点15。Whatever. Anyway, I was so drunk, and then she goes, "Xu Yuntian harassed a girl, one of our sales ladies, sexually." And then I go, 徐云天这样的混蛋，他不是经常都那么干吗？ It's not worth of waking me up. And then she said, this time is different. It's a whole mess out there. It's on Weibo. Everybody's talking about this, and it's going to affect the reputation of our company. 我就说，要不把那个混蛋给开了吧。这确实是优化组织结构诸多方法当中最节约的一种。希望吧。李总，我们这次找瑞景合作，就是看中了你们在优化组织结构以及在制定人才战略上的丰富经验。所谓降本增效，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增效。尤其是我们整个销售团队的培养是重中之重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做好服务的。许云天已经是明日黄花了，对于他的继任者，公司有没有什么人选？还没有。这件事情发生的太快了，我们还想听听你的意见。现在是 Q3，马上就 Q4了。我看了我们的销售数据，距离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从外边请一位销售总监，那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磨合，这样会大大的影响我们的业绩。所以，我建议从内部提拔一个，这是目前最稳妥的方法。我们也更倾向于内部提拔，比如我们现有的2位销售副总监呢，像董月，他的业绩是最好的，还有唐迪的。我们有3位副总监。你是说赵梅？他虽然也是销售部的副总监，但他是分管促销的。Who's Zhao Mei? Our commercial associate director in trade marketing. Oh, I remember her. She's the ex-girlfriend of Xu Yuntian. She's Li Zong's wife. What? Yeah. Really?
对，赵梅是我太太。What a surprise! 公司明天让我去做个说明会，什么说明会？说明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许云天是怎么骚扰那个促销员的？那促销员是怎么被开除的？这件事情是怎么传出去的？就舆论是怎么闹大的？最可恨的就是那天明明那么多人在场，凭什么就叫我一个人去啊？什么说明会啊？明明就是背锅会。你说那个齐又兰，我们那个 HR 老大，可会话术那一套了。所以李总，在这一次新的销售总监的人选上，你不会有太多个人倾向吧？我听出来了，齐总是在点我呀。你知道他说我什么吗？他说你就是没有预见性，没有把有可能的风险都考虑进去。哎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后果的话，那是不是可以说是我阻止了许云天进一步犯错，是我力挽狂澜了？销售总监这个位置很重要，还是要从业务的角度来选择。赵梅带领过几百人的促销团队，管理经验非常丰富，但她没有直接做过销售，这确实是她的一个硬伤。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到董月从他办公室出来了，就是我们那个销售副总监。哎，那天他也在场呀，那齐又兰怎么不叫他去做说明呢？会不会是他给齐又兰出的主意，让你去背锅呢？肯定是。我过去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到齐又兰跟董月又说又笑，他一见到我，咵，脸刷一下就变了，白雪公主后妈看到都自惭形秽的那种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消下气，消下气。我要再让我身体多分泌一点多巴胺，让我开心一点。我跑了。好好跑。还知道一方法也能分泌多巴胺。心情啊！理解。这个背锅会一开，所有的责任都是我的了，所有的锅呢都是我和我团队背。公司呢顺理成章的请我走了。我该怎么办呀？今天我跟一个关系不错的猎头打了个招呼，让他帮我留意着，看看有什么好的机会。但是我估计最近也不太会有。哎，我要是当了家庭主妇啊，你可得养我啊！我不嫌弃你。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你不被干掉。什么办法？4个字：以打促谈。以打促谈什么意思啊？今天跟你们老大吃饭的时候，从跟他谈话里头，我听出来了，你们公司打算从内部提拔一个人接替许云天。你是想让我主动请缨申请当销售总监，做许云天的接班人？以打促谈，表面上是争取升职，但实际上是告诉大家，在性骚扰这件事情上面，我是问心无愧的。没错。哼，那我估计那些老板们听到这个，第一反应肯定是觉得我疯了。我虽然是销售部的，但是我是管促销的，一天销售都没干过，现在居然要当销售总监，太疯狂了。打不是目的啊，目的是变被动为主动，因为只有主动了，才有机会留在牌桌上。对于你来说，不下牌桌，比赢更重要。那就要打得动静大点，要狠狠的打，打得大张旗鼓，打得人尽皆知，让所有人都知道
要当销售总监，那我得想想有什么办法。哎，说不定我可以从明天的杯弓会开始打。爸，27号在哪里？其实我是想到一个办法，但就是觉得太不厚道。打开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就不要瞻前顾后的了。这个时候，先保住自己。这次麻烦就麻烦在曾子轩是我们的员工，如果曾子轩不是我们的促销员，而是夜店里随便遇到的一个谁，那什么职场性骚扰、职场霸凌就都不存在，跟公司没关系。你们当时不是在现场吗？曾子轩怎么会出现在卡座上？他不是应该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吗？老大，那天晚上，本该当班的不是曾子轩，我叫曾子璇，我替汪丽萍来的，她今天有事儿，辛苦了。这个女孩没怎么见过。她以前是做日店的。日店的，那做夜场行不行啊？我行的。老大，我真的行。虽然我没做过夜场，但我知道怎么做。老大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忙去吧。哎，那我先去了。年轻人有上进心那是好事儿，当上级的肯定要给机会。可谁能想到，他这上进心也有点太过了，居然跑去给老许敬酒，结果就发生了那样的事儿。那是我的人。我当时很气愤，第一时间就冲了上去拦住许晴。别闹了，行吗？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！他不信你来啊！为了保护曾子轩，我不惜泼了老许一身冰水。董月、唐立德还有梁丹宁都在场，他们都看见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促销员他违纪在先？是，所以我把他给开了。张梅把曾子轩当场开除，曾子轩怀恨在心，所以就故意散播视频报复公司。他被赵梅开了，心里肯定有怨气，就想着把事情搞大，这样不但能泄愤，还可以向公司有好处。如果曾子轩没有被开除，这件事不会是现在这个局面的。所以最大的输还是张梅没有处理好。曾子璇擅离工作岗位去敬酒，严重违反了公司的纪律。促销员无论是招聘还是离职，都是在线上办理的，从来不用进公司。另外，曾子璇也主动承认了错误，我按照公司的纪律已经把他给开了，我不觉得我的处理有什么问题。怎么会没有问题呢？没有人知道曾子璇是不是主动承认错误的。现在网上疯传的就是他被人性骚扰，而且被公司开除。如果我可以证明呢？我有证据，可以向网友证明。公司没错，我也没错。说正事儿吧，我找你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。老大，我错了。错在哪儿？公司规定，促销员不能擅离工作岗位，不能在上班时间喝酒。原来你记得这2条红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曾子轩。既然你知道错在哪儿，那你也应该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。对不起，老大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去找你主管，让他给你结算。有了这个录音，网友就不会再骂公司了。曾子璇现在的情绪也很稳定，网上的新闻刚传开，我就让他的主管去安抚他了。他从来都没有在网上发布过任何言论，将来也不会。你赶紧把录音发给我，我要立刻发布出去。我可以发，
但是你们要答应我，保证曾子璇的隐私，不可以将这件事情再进一步发酵。危机解除。赵梅，齐总，做得不错啊。我就想好奇一下，昨天你怎么没跟我说你有录音呢？当时没想起来，昨天晚上才突然想到的。你经常都会录音吗？看情况吧，像遇到关于离职啊或者敏感性的话题的话，那我会录音的。你也知道的，我们促销往往遇到的情况都会比较复杂。好习惯。齐总慢走。真拿我当软柿子呢。说正事儿吧，我找你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。交易？你想不想再回 GST？公司会让我回去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我可以帮你。那我也不会回去的。世界上又不是只有 GST 这一家公司。那你打算重新找公司吗？你在找了吗？没有。但就算我找不到工作，我也不可能再回 GST。我这要是再回去了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我理解你的想法，就像很少有受害者会再一次愿意回到受害现场一样。不过你如果真的很在乎别人的看法的话，那你还真的应该回 GST。为什么？因为以你现在的这个知名度啊，你去到别的公司上班，这个阴影呢，它就会一直跟着你。别人呢都会旧事重提，会说你看那个姑娘就是被性骚扰的 GST 促销员了。那我回 GST， 别人就不会议论我了。对，因为许云天是被公司开掉的，而你却是被公司请回来的那一个人，这件事情就已经定性了，他是错的，你是对的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去了 GST 之外的任何一家公司上班呢，那你都是性骚扰受害者的形象，会被各种声音质疑。而你如果回了 GST， 那你就是一个胜利者，因为事实胜于雄辩。不用着急啊，慢慢想，考虑一下我的提议，回头给我一个答复就行了啊。我现在就答应你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在蚕间我们俩之间的最后那段对话吗？我需要你再帮我录一遍。